大家好，我是连，我是薇薇。今天又是一个睡到下午才出门吃饭的日子。对，我们今天来吃泰式火锅。火锅就是一个你吃一餐可以饱一整天，所以还蛮有效率的。我们这一顿泰式火锅就是超级狂热，就是以前好像没有看过这种东西，然后一吃以后就是超级好吃。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打浦桥这边的日月光中心，这边有一家连锁的泰式火锅店，评价还蛮高的，叫 Just Thai。我看留言一直有人说很怀念臭脸的薇薇，给你们一些画面。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点08分，我们来吃一个不午餐也不晚餐的时段，然后外面站满的人。我们刚抽完号码牌，要排7桌才办法吃火锅。现在大家是怎样？下午茶不吃蛋糕，改来吃火锅了，是不是？真的好绝望，好饿。排了20分钟，超级久。在我快昏倒前，终于可以吃饭。我们进来了，然后一上来就会先送上虾饼给你止饿，非常需要。然后它的酱料有3种，这种是泰式的经典酱，它就是说沾肉类。然后这个是忘记什么酱，反正也是泰式的，然后也是跟我说沾肉类。然后最后面这种是说是青柠酱，然后说是建议沾海鲜。那我们今天点了蛮多海鲜类的东西，什么虾丸啊、虾饺啊之类的。再来讲话麦，22人民币的港式奶茶，不是港式奶茶，泰式奶茶不推，因为它喝起来就像港式奶茶。它在我心中就是个港式奶茶。我到底为什么要来泰式火锅喝港式奶茶？而且它里面好像加了一点像爱玉一样的东西，就是占空间，没有很搭啦。我觉得这一杯完全不推，千万不要点。吃料之前先喝汤，我先喝的是冬阴功汤头，然后我们点的是小辣的。其实它小辣的辣度真的刚刚好，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不太能吃辣的人就是刚刚好，但是我觉得它的酸度其实没有太够，但以火锅汤头来说，我觉得已经够了，因为食材本身就有一些味道嘛，所以它其实就是帮食材增添了一个冬阴功的香气而已，还可以。椰奶汤头，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猪大骨高汤，加上椰奶的香气，稍微有点偏咸。不过椰奶香是蛮明显的，我觉得这个汤算好喝啦，算好喝，蛮棒的。拿来煮火锅，感觉料超好吃的。24人民币3个的小小虾饼，也不推怎么办？它的虾饼里面的虾肉也没有很弹牙，然后也没有什么很香的虾的味道，而且它的蘸酱就是进口超市买得到那种，完全没有自己的调味，完全就是买来的蘸酱。我觉得虾饼也可以不用点哦。下油条花枝卷，一个下到这个冬阴功锅。它这个锅底里面其实还蛮厉害的，有一整只的龙虾头下去煮那个虾膏的精华，所以其实它这个锅底是还蛮鲜的啦。不过目前吃到为止，它的小菜真的是雷。招牌椰浆虾丸，这家店真的蛮贵的，3颗丸子要20多块。吃火锅真的很手忙脚乱哦。真的，这个是用椰奶汤煮的鸡肉。它这个鸡肉先腌过，然后用蛋黄去搅拌过，所以其实包裹了一层蛋液，它其实很难煮柴，所以吃起来非常的嫩，裹着一层椰奶的那个香气，味道刚好，有一点咸，其实不用蘸酱吃，我觉得就刚刚好了。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没用到蘸酱，这鸡肉其实蛮好吃的。接下来是我们用冬阴功汤底涮的牛肉，它这个牛肉感觉有腌过什么，就是会让它变嫩的东西，所以咬起来超级无敌嫩，有一点点诡异。然后表面撒满了辣椒粉，我刚才一入口直接被辣椒粉呛到，打了好几个喷嚏。那这就是辣的蛮过瘾的。劫后余生的点心。牛肉的肉质还算好吃，但我真的不确定它是不是有用一些化学成分去腌它的肉。我觉得有。对，那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是算是调味的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有。好，那如果有的话，真的就是不太 OK。不过肉质是好吃的。已经快要泡发的油条花枝，这个建议大家真的涮一下就好，千万不要让它在里面游泳，不然油条就会烂掉。它其实就是在油条里面灌了花枝浆，我很喜欢吃这种泡烂的油条或是面筋之类的，然后再加上花枝浆这个弹牙的口感，我很喜欢的。而且因为它泡在冬阴功的汤里面，所以吃起来特别有一种泰式风情，这个好吃。这一家是不是只要是丢到火锅里面东西品质都比较好一点？应该说这一家大家来吃火锅就好了，火锅以外的周边千万不要点。试试看这个青柠酱。
它的青柠酱非常清爽，就是加了一点酸，但是不会酸到就是有点刺喉咙的感觉，我觉得蛮好的，而且真的配上这种花枝海鲜类的很适合。这是这里据说是招牌的椰浆虾丸，我们在外面等位的时候就一直听到那个电视台在播放说这是他们什么每天现打，然后什么精心研发，反正就是很厉害的一个招牌产品。我们都吃过什么芝士虾丸啊那种。就是爆这样的东西，包椰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但是我必须说，它里面的椰浆是这种椰浆膏，然后吃起来甜甜的。你在讲什么废话？不是，就是甜甜的椰浆配上虾丸，其实蹦出一番新滋味，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虾丸虽然很招牌，但是我觉得它的口感其实还好。外面那个虾的部分，虾的味道不是特别的鲜，然后有一点太过脆了，就是感觉稍微又有那么一点点化工的感觉。这个虾丸获得了2个人的第1，出局。不 OK， 这不 OK， 不 OK。上次我吃的时候可能太饿了。我先承认我的错误啦，因为我在上一次吃的时候观感还蛮好的，我觉得还蛮喜欢的。但这一次比较认真的在面对这家店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瑕疵，其实真的不太 OK。上一次没注意到的，像是这个猪肉也是加了嫩肉粉，就不太像是肉的质地，你们会觉得太化工了，所以这个肉真的是不太 OK。然后一盘还要58块，就有点觉得我花钱在吃化工食品的感觉。我觉得它其实提供一般的那种冷冻的肉片，然后稍微腌过一点，我觉得味道就很棒了，何必把它弄得那么嫩呢？就是大家是吃得出来的呀。吃到火都起来了，但是是因为很热啦，吃火锅嘛。然后因为我之前其实也吃过泰式火锅，但因为不是在这一家，是一家叫郭太太的，就是那个太太。下一次再带他去吃。对，那一家我上次吃就真的蛮好吃的。然后这一家 Just Thai 是比较多的连锁店，我想说应该也不会太差吧，结果差远了。但其实它不能说是不好吃，就是比较普通啦。我觉得有嫩肉粉的火锅店就是扣分。捞一捞之后，发现椰奶锅里面有很多野生的鸡肉，也是可以当做半份肉来吃啦。这个锅底鸳鸯锅要88块钱，我觉得有几个鸡肉合理。但这个鸡肉就没有什么韧肉筋的味道了，吃起来还蛮好吃的呢。哦，是这样哦。很有椰奶的香气。哦，是这样哦。我今天最后的期待竟然是这个泰国泡面，看起来像一般的泡面也没什么特别的。它就是一般的泡面啊，哦，就是一般。它只不过是煮在这种中英公汤里面会超好吃。不要妄想它会有什么特殊的口感，它就是个泡面。中英公汤面，好吃。吃饱饱，但是吃的完全不过瘾。而且你应该是喝汤喝饱的吧？对，我现在吃完觉得主要有点咸了，那个味道调味还是有点太重了。我觉得泰式火锅真的是一个很新，然后非常好吃，而且很让人着迷的一种火锅。但是这一家 Just Thai 并没有我心目中那一家好吃，对，也没有我以前吃的那么好吃的感觉。我是吃了一家假的泰式火锅，或者是他这个分店有退步这样。不知道，但反正我吃的那一家叫郭太太，真的蛮好吃的，推荐给大家。它就是料都很新鲜，然后那个汤底也非常好喝，所以你吃起来就真的很过瘾。而且吃泰式那种酸辣的口味，就很容易吃的太多。而且因为火锅嘛，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吃过量的东西，我上一次真的扶墙而出。但这一家真的还好，就是大家吃的很节制。这一家的脸diss你，而且店内的环境其实很闷，然后因为那个火锅的蒸汽就往上飘，然后它又没有什么通风的东西，所以我们两个在里面吃到最后连脸都困了，就真的会很困。然后我们一出来以后其实就清醒，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花了256块，然后吃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还是晕晕的。好，总之就是其实没有非常推荐这家店。但很推荐泰式火锅，但是这家店不 OK。好，那我们就去逛逛吧，散散步，把那个元气找回来。奇想天开，梦想成真。会不会停在路边看了一块很神奇的看板？比林斯排卵法，很妙哎。
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没有，我只是觉得很妙，因为我完全被它的那个海报给吸引。你说尿失禁的部分吗？不是，是它的配色，还有它的一些什么奇想天开这种字眼，真的有抓住你的眼球。有。我们吃饱饭，现在走去新天地的路上，然后散步散到一半就觉得鼻子超级痒了，很想打喷嚏，然后一直有鼻涕酝酿在鼻腔里面。因为现在3、4月，然后上海的路上又开始飘那种超小颗的棉絮，这个真的超烦的，只要天气一开始热，就开始路上飘各种会让你过敏发作的东西。过敏了真的要戴眼罩跟蛙镜。而且其实每天早上出门都会看到有人在地上扫那些东西，所以它其实真的飞很多，就不只是一点点或某个区域而已，到处都有。我会在上海散步散到一半，突然发现一个很棒的角落，他就决定要坐下来。很适合拍照哦。哎呀，走累了，棒棒的。到底在干嘛？这真的很漂亮吧？拍照不错吧？这就是上海散步的精髓，就是你在这一区走，然后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还有休息的地方。坐进咖啡店看首播，周日日常。对，时间到了，一定要赶快上线跟大家聊聊天。我们现在散步散到天黑了，来到了新天地。我真的很喜欢在周末的时候一吃饱，然后就开始疯狂的走路。一方面是消化，一方面是把整个周末的运动量都走起来。其实根本消耗不了多少热量啊，大部分是心理安慰啊。但是我觉得周末的上海真的逛街很舒服，就是除了很多棉絮之外，对，就是可以走走路，然后聊聊天。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走到口渴，所以我们就决定朝驻村迈进。驻村是我们介绍过饮料店，大家应该有看过啦。就是我们在上海基本上最喜欢的饮料店。最爱，对。我们最近有个健康生活运动，就是只有在拍片那天才可以喝饮料。所以最近几支片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一直在喝饮料。真的很喜欢喝饮料。是喜欢喝驻村的饮料，还有茶甲芋圆。原本打算去吃个甜点，但喝完这一杯珍珠奶茶之后，已经饱到快要走不动了。这个周末真的非常的简单，出门吃了个火锅，然后一直散步。这其实没什么内容的影片，先跟大家道歉。那说不定大家就喜欢看我们这么废啊。应该没有吧？对不起，我错了。好，那如果大家想看更多影片、有内容的影片的话，欢迎关注我们，然后要开启小铃铛，然后也可以到 Instagram 跟 Facebook 跟我们及时的互动哦。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最好集，拜拜。希望下次影片有内容一点，拜拜。